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的心脏已经跳动了将近1个世纪，整整99年的光阴从我指缝间流过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不是在象牙塔里读历史，我是亲眼目睹，亲身经历了14次足以载入史册的经济大衰退。每一次世界都仿佛要在崩溃的边缘分崩离析，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。但是请听我说，这一生中真正让我感到震惊，让我夜不能寐的，从来不是那些在市场崩盘中亏钱的人。亏钱是常态，是游戏的一部分。真正让我感到不可思议，甚至感到恐惧的是那些明明手里拿着烂牌，明明知道宴会已经结束，却依然死死抓住桌角不肯离场的人。你们可能以为这些人是愚蠢的，或者是不懂行，不，恰恰相反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数学造诣上远胜于我，在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模型构建上，他们是天才。他们也不是你们想象中那种满眼血丝、贪得无厌的赌徒。实际上，我所见过的绝大多数在这个游戏中毁灭的人，他们在生活中都极其谨慎克制。如果不是数学，也不是贪婪，那是什么杀死了他们？在这个残酷的赌场里，真正致命的错误比贪婪要隐蔽得多。这个错误我称之为自我叙事的陷阱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在那个疯狂的市场里侥幸赚到了一笔钱，你并没有把它归结为运气。相反，你开始在大脑里编写剧本。你会对自己说：看，我洞察了时代的趋势。你会说：我发现了别人看不见的规律。你会坚信，我比其他人拥有更深刻的洞察力。这个故事听起来是如此的美妙，它抚慰了你的自尊，膨胀了你的自我。但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。这个你亲手编织的故事，最终会成为绞死你的绳索。在投资界有一个被我和沃伦关注了半个世纪的指标，那就是总市值占 GDP 的比率。当这个数字攀升到70%以上时，我和沃伦·巴菲特就会像闻到烟味的猎犬一样警觉起来。但是今天我坐在这里，并不是要给你们上一堂枯燥的宏观经济课。我不想谈论冰冷的数字本身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的真相，一个关于人性深渊的秘密。这是一个我花了整整70年，付出了无数代价才真正参透的秘密。这个秘密就是在投资的残酷战场上，真正置你于死地的，从来不是你不知道的东西，而是那些你自以为知道，但实际上完全错误的东西。第2章，反身性索罗斯看透的人性魔术。很多人问我，查理，为什么市场会疯成这个样子？很少有人知道，在1990年代那个疯狂的时期，我和乔治·索罗斯有过几次非常私密的深入对话。那是在一个私人晚宴上，灯光昏暗，我们谈到了市场的本质。乔治向我阐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，他称之为反身性。当时他看着我，眼神犀利地说：查理，你必须明白，市场从来都不是一个像物理实验室那样独立的客观系统。市场是由成千上万个参与者的认知构成的，而最诡异的是，这些参与者的认知反过来又会被市场的表现所改变。这是一个无休止的相互喂养的循环。坦白说，当时我对此不以为然。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，我回应道：乔治，
这听起来太学术、太哲学了。我只关心一件事：价格和价值的脱节。他笑了，那是一种看透了人性的笑。他说：但是查理，当价格本身开始改变人们对价值的判断时，你该怎么办？那一刻我愣住了，手中的酒杯停在了半空，因为他一语道破了一个我虽然隐约感觉到，却从未能如此精准表达的真理。让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血淋淋的案例，以此来说明这一点。时光回溯到1995年，我们深入考察了一家当时极具潜力的科技公司，好比是那个时代的谷歌或英伟达。这是一家极其优秀的公司，技术壁垒坚固，管理层也是一流的。在1995年，它的股价是合理的，市盈率大约维持在20倍左右，这是一个健康的数字。但是到了1999年，世界疯了。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它的股票市盈率却飙升到了200倍。想想看，200倍，这甚至不能用昂贵来形容，这是荒谬。但这并不是因为公司变得更好了，而是因为市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它的叙事。当股价上涨了10倍时，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不再谈论风险，他们开始高呼：看，股价证明了这家公司的无限潜力。当股价上涨了20倍时，主流媒体开始连篇累牍的报道，称其为新经济的弥赛亚。而当股价上涨了30倍时，连那些最保守、最谨慎的老派投资者都开始自我怀疑。他们心想，也许我真的老了，也许我看错这个世界了。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。价格不再是价值的反应，价格反客为主，成为了定义价值的主人。这是投资中最危险、最致命的陷阱。因为当你目睹一只股票在他人的狂欢中上涨了10倍，你的大脑为了消除认知失调，会自动寻找理由来合理化这个价格。你的大脑会欺骗你说，一定有什么隐秘的价值是我没看到的。市场是集体的智慧，一定比我这个老头子聪明。甚至他会引诱你说，也许我应该重新评估我的判断模型。听起来多么理性啊！重新评估，但这哪里是科学精神？这就是通往地狱的捷径。在那个时刻，你并不是在客观评估公司的价值，你是在让疯狂的价格绑架你对价值的判断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我和巴菲特，我们这对老搭档花了整整几十年才学会了一件事：永远不要让价格的波动影响我们对内在价值的评估。这听起来像低买高卖一样简单，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如登天。试想一下，当整个世界都在嘲笑你，告诉你你错了，当屏幕上的股价每天都在创新高，仿佛没有尽头，当你身边的邻居原本不如你的同事都在股市里赚得盆满钵满，开着新跑车从你面前呼啸而过时，要坚持你的判断，坚持说这不合理。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，智慧在这种时候是苍白的，这需要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抵抗力，抵抗社会证明的巨大引力。所以回到那个70%的指标，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红绿灯，告诉你何时刹车，它是告诉你，当这个指标超过70%时，市场的反身性机制已经全面启动了，价格已经开始大规模地篡改人们的认知。
在这个阶段，如果你还身处市场之中，你就不再是在和商业价值打交道，你是在和人类集体的自我催眠博弈。而历史无数次证明，集体的自我催眠是无法被个体战胜的，唯一生存的方法就是远离它。第3章，心理账户，为什么你总是在玩假钱？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透彻的概念，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精华。我用它来解释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。这个概念叫做心理账户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的大脑并不像会计软件那样客观地处理每一分钱，我们的大脑会把钱贴上标签，分门别类地放进不同的心理抽屉里。比如你辛苦工作赚来的工资，你会放在勤劳致富的账户里，你会很珍惜；你投资赚来的钱，你会放在意外之财的账户里，而你继承的遗产又是另一个账户。虽然在数学上$1永远只是$1，但在你的心里，它们的性质有着天壤之别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分类也许只是无伤大雅的小怪癖，但在投资的高压环境下，这种心理机制会杀死你。为什么？让我给你们举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。假设在1999年的科技泡沫中，你花$10万买了一只热门的科技股，仅仅1年后，这只股票就在狂热中涨到了$30万。现在让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今天口袋里原本就有$30万现金，而手里没有这只股票，你会用这30万去买这只已经涨上天的股票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绝对不会，那太贵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你还持有它？为什么你不卖掉它？绝大多数人会给我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。查理，因为那20万是我赚来的钱，不是我的本金。你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心理账户的陷阱。我赚来的钱和我原本的本金在你心里被完全隔离了。你对那些赚来的钱会抱有一种极其危险的轻率态度，你会更愿意拿它们去冒险。你会想，反正这些是市场送给我的，就算亏了也无所谓，顶多回到原点。这是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，因为钱就是钱，它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和替代性。不管它是你昨天赚的，还是你祖父留给你的，它的购买力是一样的，它的价值是一样的。当你因为它是赚来的而轻视风险时，你实际上是在挥霍你真实的财富。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心理账户，我们称之为沉没成本的心理账户。假设你不幸在$10的高位买入了一只股票，现在它跌到了$5，你的内心会剧烈挣扎。你会想，我绝不能在亏损的时候卖出，那样我就真的输了。你会想，我要等到它回到$10，我保本了再走。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，一个足以让你破产的错误。记住，沉没成本已经沉入海底了，永远回不来了。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，你唯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，这只股票现在的价格相对于它的未来价值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，我应该持有还是卖出。但是大多数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，因为在心理层面，承认亏损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，承认自己犯了错。而我们脆弱的自我 ego 宁愿看着财富归零，也不愿意承认错误。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那个70%的指标。
为什么当市值占 GDP 比率超过70%时，你应该果断离场？这不仅仅是因为数学上的估值过高，更是因为当市场疯狂到这个水平时，你的心理账户已经被极度扭曲了。如果你在市场涨幅达到100%甚至更高的时候还身在其中，那意味着你账面上可能已经浮盈了巨大的金额。这些钱在你心里被标记为赌场的钱，你的风险意识会因此降到最低点，你会变得盲目自信，你会想反正是赚的，再拿一会儿看看，也许还能翻倍。这就是深渊的入口，因为当泡沫最终破裂，它总是会破裂的，这些赚来的钱会瞬间变成失去的钱。这时候心理学上的另一个残酷定律开始起作用，失去的痛苦在心理强度上是获得快乐的2.5倍。这是丹尼尔·卡尼曼等心理学家经过无数次实验得出的结论。所以当你眼睁睁看着那20万利润化为乌有，甚至开始侵蚀本金时，你的痛苦会远远超过你当初赚到它时的快乐。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人，因为舍不得那些赚来的钱，最后不仅把利润吐得干干净净，还因为在下跌中补仓，最终亏掉了所有的本金。这就是心理账户的连环陷阱。而避免这个陷阱的方法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极其反人性，那就是每时每刻都把你的投资组合当作是你今天刚刚才买入的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看着你的持仓，问自己，如果我今天手握这笔等值的现金，我会买这些股票吗？如果答案是不会，那就立刻卖出，不要有1秒钟的犹豫。不管你当初是多少钱买的，不管你现在账面上是赚了500%还是亏了50%，那些都只是历史尘埃，只看当下的价值和价格。这需要极大的心理力量，这需要你像个冷血屠夫一样，不断地杀死你的自我。你要不断地对自己承认，我之前的判断现在不适用了。这很难，非常难，但是这就是成功的投资者和那些注定失败的韭菜之间最根本的区别。第4章，社会压力的毒药。2008年的那一堂课，让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我很少提及。那年我去拜访了一位老朋友，他是华尔街真正的传奇人物，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的资产，名声显赫。他极其焦虑，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，想听听我的看法。当我推开他办公室的大门，我看到了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场景。那就像是一个战地指挥所，他的桌子上堆满了10几个闪烁的屏幕，每个屏幕都跳动着红红绿绿的数据、K 线图、彭博社的突发新闻。他的团队有20多个人，个个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高材生。他们在疯狂地计算风险模型，分析宏观数据，预测市场走势。整个办公室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，空气中仿佛都能闻到肾上腺素和恐惧的味道。每个人都在忙碌，每个人都在试图做点什么。我找了把椅子坐下，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，然后我看着那一脸疲惫的朋友，问了他一个问题：你知道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？他抬起头，充满期待地说：查理，你告诉我，我们正在分析市场的底部到底在哪里，是1200点还是1000点？我摇了摇头，平静地说：不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关掉这里所有的屏幕，
遣散你的团队，然后回家好好睡一觉。他愣住了，仿佛我在开玩笑。我接着说，听着，你现在拥有的海量信息根本不会帮助你做出更好的决定，相反，他们会让你做出更糟糕的决定。因为你看到的每一个跳动的数据，每一条惊悚的新闻，都在给你的大脑注入毒素，都在加剧你的焦虑，而焦虑是理性最大的敌人。他沉默了，眼神闪烁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苦笑着说，但是查理，你不明白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。我的投资者在盯着我，他们在等我的决策，我的团队在等我的指示。如果我告诉他们我要回家睡觉，他们会觉得我疯了，他们会觉得我无能。我说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刚才说的不是你应该做什么，你说的全是别人期待你做什么。你此刻不是在为你的投资者负责，你是在为你的自我负责。你害怕被人看不起，你害怕显得无所事事，所以你必须通过做点什么，哪怕是错误的事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他的脸色变了，变得苍白，因为我知道我说中了他内心最隐秘的真相。在投资的世界里，有一种压力比市场的波动更可怕，那就是社会压力。当你是一个基金经理，你不能说我不知道；当你是一个专业的财务顾问，你不能说我们最好什么都别做；当你是一个一家之主，你很难对你的家人说我只是空仓等待，因为这会让人觉得你无能，觉得你没有在工作。但这恰恰是投资最大的悖论。在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混乱时刻，最有能力、最智慧的行动，恰恰是承认这种不确定性，并选择不行动。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，这不仅仅是对抗市场的勇气，更是对抗社会期待的勇气，是对抗我必须做点什么这个根深蒂固的人类本能的勇气。遗憾的是，那个朋友最后没有听从我的建议，他无法克服那种社会压力，他继续分析，继续交易，继续试图做点什么。结果呢，他在市场最恐慌、最底部的时刻，做出了最糟糕的决定。他在底部附近清仓了大量极其优质的资产，不是因为他判断这些资产不好，而是因为他的投资者恐慌了。他必须通过卖出来安抚他们，证明他在控制风险。仅仅2年后，这些资产的价格翻了3倍，而他早已不再持有，倒在了黎明前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什么？他告诉我，有时候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，而是你的角色期待。当那个70%的指标亮起时，他在告诉你什么？他在告诉你，当市场超过这个水平时，你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压力，因为所有人都在赚钱，所有人都在狂欢。如果你不参与，你会被质疑，你会被嘲笑，你会被认为是过时的、保守的、无能的老古董。这个压力比任何复杂的投资分析都难以对抗，因为它攻击的不是你的逻辑，而是你的自尊。但如果你能抵抗这个压力，如果你能坚定地说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我只在乎什么是正确的逻辑。如果你能说，我宁愿看起来像个傻瓜，也不愿去做真正的傻瓜，那么你就有了清仓离场的勇气。而这个勇气比华尔街任何复杂的期权策略都宝贵10000倍。第5章，致命的认知三角当大脑背叛你时，在穷查理宝典里，
我曾经详细讲过25个常见的人类认知偏误，但今天我要特别挑出其中最致命的3个，我称它们为投资中的致命三角。当这3个偏误同时发作时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第一，确认偏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大脑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过滤器，它会自动寻找那些支持你现有观点的证据，而残酷地屏蔽掉那些反对你的证据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买了一只股票，你发自内心地相信它会涨，从那一刻起，你会变得像个雷达一样，只关注那些利好消息，公司业绩增长了，行业前景光明了，某某大行上调评级了，这些新闻你会记得清清楚楚。但是那些负面新闻呢？竞争对手推出了颠覆性产品，市场份额在悄悄下降，高管在减持，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，你的大脑会自动把它们过滤掉，或者你会下意识地找理由，这只是暂时的波动。这就是确认偏误，它不是你故意要忽视坏消息，而是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，自动把你变成了瞎子。因为承认自己错了对大脑来说是一种痛苦，而维持逻辑自洽对大脑来说是一种舒适。在市场涨到70%以上时，确认偏误会被极度放大，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充满了利好的噪音，那些微弱的警告声根本传不进你的耳朵。第二，过度自信偏误 （overconfidence bias）， 这可能是所有偏误中最危险的一个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你做对了几次选择后，你会产生一种幻觉，觉得自己的能力比实际上要强得多。有研究表明，90%的司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。从统计学上讲，这显然是荒谬的，但这就是人性。在投资中，过度自信是这样运作的。假设你在2019年那种大牛市里买了几只股票，都涨了，你的大脑会立刻邀功，我看懂了市场，我有惊人的判断力，我比别人更聪明。但真相是什么？真相可能是那段时间连垃圾股都在涨，一只猴子扔飞镖选出来的股票也能赚钱。你赚钱不是因为你的能力，仅仅是因为你站在了风口上，是因为匪市场收益而不是匪超额收益。这叫做自利归因偏误。过度自信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会让你膨胀，让你去承担你根本无法承受的风险。你会想，我上次做对了，这次肯定也能做对。你会想，我比市场聪明，我能精准的逃顶。我和巴菲特合作了50年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，每当我们做对了一个投资，赚了大钱，我们从来不会互相吹捧，说我们真聪明。我们会说，这次我们运气不错，顺风了。而每当我们做错了，我们不会怪市场不理性，我们会说，我们在哪里犯蠢了，我们的思维模型哪里出了问题。这个习惯救了我们无数次。第三，损失厌恶 loss aversion，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，这是丹尼尔·卡尼曼的经典研究。我们天生厌恶损失，在远古时代，失去食物意味着死亡，所以我们的基因里刻着对失去的极度恐惧。在投资中，这种本能会造成灾难。损失厌恶会让你把不承认损失和不发生损失混淆。你以为只要你不卖就不算亏，但这只是掩耳盗铃。这种心理会让你在股票下跌20%时死扛，
在下跌40%时麻木，在下跌70%时绝望离场。现在请想象一下，这3个致命的偏误同时作用于你的大脑。当市场总市值占 GDP 比率涨到了100%，你的股票都在涨。确认偏误告诉你，到处都是好消息，盛宴永远不会结束。过度自信告诉你，你是股神，你能驾驭这波浪潮，你能在最后一刻全身而退。损失厌恶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卖出，你就可能错过后面更大的涨幅，那也是一种损失。这3个偏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逻辑陷阱，一个让无数绝顶聪明的人倾家荡产的陷阱。而那个70%的指标，它在这个时候的真正作用是什么？它是一个物理上的断路器，它在冷冷地告诉你，当市场到了这个水位，你的认知偏误已经被极度放大了，你的大脑已经不可信了。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外部的机械的，甚至是不讲情面的规则来救你。不是因为70%这个数字有什么魔法，而是因为当你的大脑被贪婪和恐惧控制时，你需要一条绳子把你绑在桅杆上，就像奥德修斯那样，才能抵抗海妖那迷人却致命的歌声。那个70%的规则就是你的桅杆。第6章，自由的代价。我99岁的人生总结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我从未公开讲过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愚蠢错误。在1990年代末，我们投资了一家公司，这家公司业务扎实，估值合理，我们很快就赚了不少钱。但到了1999年，随着科技泡沫的膨胀，这家公司的股票被炒作到了天际，我们的持仓账面利润已经翻了好几倍。从理性的角度看，任何一个受过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训练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应该卖出，因为估值已经完全脱离了地心引力，但我们没有卖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们判断公司还会涨，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。你可能会问查理，你都那么有钱了，还舍不得？不是因为贪婪想赚更多，而是因为一种更微妙的心理，我们怕卖早了，我们害怕一旦卖出，股价继续飞涨，那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，我们会失去那部分本来可以赚到的收益。你看，这种对失去未来潜在收益的恐惧，竟然压倒了保住已有收益的理性。这就是损失厌恶的高级形态。即使是还没到手的钱，我们的大脑也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的，一旦卖出就等于失去。结果呢，2000年泡沫破裂，那只股票从高点狂泻60%，我们最终在一个仍然盈利，但远低于高点的价位卖出。如果我们在1999年理性卖出，我们能多赚几百万美元。对伯克希尔来说，这笔钱也许微不足道，但这个教训对我来说价值连城。他告诉我，即使你知道所有的心理学名词，即使你对认知偏误了如指掌，当你身在局中时，你仍然会犯错，因为知道和做到中间隔着108000里。这些偏误不是理性的决策，它们是深植于基因的情绪反应。情绪是不受理性控制的野兽。那次教训之后，我和巴菲特建立了一个铁律：当一只股票的估值达到我们认为的合理上限时，我们就卖出，不管之后它是否会继续涨。
不管别人是否会嘲笑我们要卖飞了，不管我们是否会错过最后的狂欢，只要他越过了那条线，我们就扣动扳机。这是一个机械的规则，它不需要我们去判断顶部在哪里，没人知道顶部在哪里。它不需要我们去克服损失厌恶，它只需要我们遵守纪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个70%的指标，不是因为它能准确预测市场明天的涨跌，而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强制执行的借口。当市场达到这个水平，我们知道继续持有的风险收益比已经彻底坏掉了，所以我们清仓离场，不是因为我们聪明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够聪明，不是因为我们勇敢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恐惧，不是因为我们理性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终将被情绪吞噬，所以我们需要规则来保护我们自己。我见过太多所谓的富人，他们身家几十亿，拥有私人飞机和游艇，但在我眼里，他们并不自由，因为他们害怕失去，他们害怕别人超过他们，他们害怕被证明是错的。这些恐惧把他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，他们每天焦虑地盯着股价，每天和别人攀比。尽管他们拥有一切物质，但他们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们没有灵魂的安宁。而我虽然没有他们那么夸张的财富，但我拥有自由。1969年，我关闭了我的基金，放弃了丰厚的管理费收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疯狂让我感到不适，继续管理会让我失去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。2000年，我们持有大量现金，错过了科技股的狂欢，因为参与那种疯狂会让我失去理性的自由。2008年，我们在恐慌中大举出手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资本、有胆量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。这是财务独立带来的自由。每一次我选择的都不是利润最大化，我选择的是自由最大化。而正是这个自由，让我活到了99岁，仍然保持头脑清醒，仍然能睡得安稳。这个自由比任何金钱都宝贵。结语：照镜子的时候到了现在，让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。你是想要赚进市场上的最后一个铜板，为此不惜焦虑、失眠，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，还是选择离开，保持你的自由？这才是那个70%指标真正在问你的问题。他问的不是市场会不会崩盘，他问的是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。我选择了自由，所以我能在99岁时平静地面对死亡的阴影，因为我知道我这一生从未弄丢过我自己。我活了99年，只想告诉你们这一件事。那个70%的指标，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买卖信号，它是一面镜子。这面镜子照出了你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。当市场超过这个水平时，请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现在的决策是基于价值的判断，还是基于价格的诱惑？如果你的理由仅仅是它还在涨，或者别人都赚了，那你不是在投资，你是在赌博。而赌博的结局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能用意志力对抗那25个认知偏误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我能，那你是在自欺欺人，连我都不能。所以你需要外部规则。我想要更多的钱，还是想要自由？这2个东西在市场疯狂时是不可兼得的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钱，你就留下；
但你要做好准备，接受失去自由、焦虑、失眠的代价。如果你想要自由，你就离开，哪怕你会失去一些账面上的收益。我和巴菲特合作了半个世纪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，我们的工作从来不是预测市场会怎么走，那是上帝的工作。我们的工作是理解我们自己会怎么想，市场明天会涨还是会跌，我们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我们知道当市场过热时，我们会犯错。我们知道当众人贪婪时，我们会受到压力。我们知道当我们赚了钱时，我们会变得傲慢。所以我们提前设定规则，在认知偏误发作之前，在社会压力出现之前，在贪婪的毒草生长之前，我们就决定了到了这个水平，我们就离场，不讨论，不犹豫，不心存侥幸，就是离场。这不是因为我们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够聪明。保护自己不仅仅是保护本金不亏损，更是保护自己不失去自由，不失去自我，不失去那个清醒的、理性的、真实的自己。如果我能回到50岁，重新开始我的投资生涯，我不会改变我的选股策略，但我会改变我的心态。我会更早地明白，投资不是关于赚多少钱的比赛，投资是一场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修行。我是查理芒格，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。